婚前3年，她的男同学告诉我，沈娇娇怀孕了，孩子是她的。哎，顾景深，你敢不敢说你最大的秘密是什么？我的秘密就是娇娇怀孕了，孩子是我的。这是真心话大冒险，不是吓死人游戏。就是，娇娇马上就要和穆清哲结婚，你这么说，你不怕膈应到别人？那咋了？明天记得要来找我。哎呀，娇娇，我们回去吧。清哲，等等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去再说，好吗？清哲，景深说的都是真的，不过你别多想，她就是我的好闺蜜，我们就是那天晚上同学聚会喝多了。然后呢？哎呀，她原生家庭不好，以后不打算结婚，只想留下孩子作伴，她会自己抚养的。所以呢？毕竟他是孩子的爸爸，也想在孕期见证宝宝的成长。以后我工作日就住在他家啊，你放心，周末我会回家的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婚礼呢就先推迟吧。我生完孩子以后，一切回到正轨，我会补偿你的啊。也好，你考虑得很周到。金哲，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是最爱我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妈呢已经把行李给我收拾好了，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家了。最近呢刚谈下100亿订单，工作也是有够忙的。走啦。沈娇娇，我和你5年的感情，就这样因为他的一句话灰飞烟灭。3年暗恋，5年感情，明明3天后就要步入婚姻殿堂，却猝不及防迎来了他的背叛，甚至他的100亿订单也是我给的。沈娇娇，你欠我的拿什么还？喂，黄老师，清哲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你不要跟他结婚，你娶我好不好？啊！黄老师，抱歉，我和娇娇在一起啊。好啊，我真服。错把路灯把月光，你就因死地闪烁，泪花在起舞的窗，蔓延的悲伤没有。沈娇娇，我虽然很喜欢你，但也到此为止了。喂，清哲，那个我的浴巾忘带了，你给我送过来。哦，对了，景深家在哪儿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，每个月他们几个同学都会去景深家聚餐，美其名曰联络同学感情，我也有幸被他带去几次，但是再来，来，看看。快说啊！娇娇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
扫兴。来，我继续。娇娇，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，好吗？我也要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吧，不可能跟你谈恋爱就一直捆绑在一起。而且我本来就跟你没有共同话题，整天对着多没劲啊！可是家里只有他一个男人。你就放心吧，秦深在我眼里就不是一个男人，就算他脱光了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有任何反应。哎呀，好了，走吧走吧。我们来，现在想来，不过都是哄我罢了。沈娇娇，没想到分开之后的第一句话，居然跟我说这个。清哲，怎么电话挂了？地址在云阳路234号，你赶紧来。收到。沈娇娇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我看他要怎么照顾你。孟清哲，你是真傻，你难道真的想要亲眼确认才甘心吗？哦，清哲来啦，快进来吧。清哲，你先坐，娇娇在洗澡呢，我等会儿还要给她送浴巾呢。景深，给我拿个浴巾。哎，来啦！清哲，你要不要喝水？给你倒一杯。不用了。景深，你愣着干嘛？快给我吹头发！哎呀，娇娇，你怎么不在浴室把头发吹干再出来啊？你看弄得一地都是水。我就不劳烦你了，省得你毛手毛脚，弄伤了我的头发。我老公啊，可比你会伺候人多了，对吧，老公？老公？可任谁来看，在这里顾景深才像是她的老公。我没空，就先走了。你给我点面子。面子？沈娇娇，你肚子里怀的是他的孩子，你收拾东西住的是他家，现在倒是想让我给你面子啊？你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时候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哎呀，清哲，我这人性格就这样，平时和女孩子都打成一片的，大大咧咧惯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脸色看起来怎么这么不好？不好？你是什么货色，我就是什么脸色。莫清哲，你说什么呢？清哲，其实娇娇这段时间在我家住，只是因为不想麻烦你照顾她和孩子啊。毕竟你工作也忙嘛，我和娇娇之间，我拿她当姐妹，她也拿我当姐妹，我们两个睡在一张床上都没问题的。毕竟姐妹情深嘛。姐妹？姐妹？对啊，我们啊是好姐妹。清哲，怎么一点都不大方？娇娇，要不你就先和清哲回去吧，我也图个轻松，大不了孩子生下来之后，我只管当爸爸就行了。当爸爸就行？你们两个还要点脸吗？你，娇娇，没事吧？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你。没事。孟清哲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当初不都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？你现在把这副臭脸给谁看？孟清哲，你到底在闹什么脾气啊？我都已经给你解释过了，景深就是我的好闺蜜，她只是想让我安全的把孩子生下来。闺蜜？对，你们是闺蜜，是姐妹，是我不好，我就不应该来这儿。你应该好好想想，要是在古代，景深就得对我负责到底，就应该娶我过门。你应该庆幸，景深根本就不想娶我。对，我确实应该庆幸，他不想娶你。
只有我这么傻的人，却还想着跟你结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他一个顾家的私生子都有这样的格局，你有爹有妈的，你的气都去哪儿了？沈娇娇，现在都是什么年代，你却还拿着古代说事，这跟气度跟格局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当初那个大度开明的你去哪儿了？你现在在我眼里面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嫉妒让你变得多丑陋啊！啊！变了，丑陋？对，他说我变了，我怎么没有发现？其实是他早就变了，或者说，我从来都没有认清楚过他。行，你是金融高材生，是京市有名的投资顾问，我说不过你。沈娇娇，我们分手。沈娇娇，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分手，我受不了你了。等等，好，我认输。以后每周我抽3天在景深家，剩下的4天我都回家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你说你干嘛要吃景深的醋呢？你就是个打工仔，景深可是未来的投资专家，你犯得上吗？吃醋？原来你认为我这是在吃醋？汪清哲，我警告你，这是我最后的让步，你不要再得寸进尺。不用这么麻烦，分手以后你天天跟他在一起都行，就不用跟我浪费时间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作就继续作。娇娇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嘛？男人作一点，小心眼一点，才是真的在乎你啊。男人要哄，不能吼，你懂不懂啊，姐妹？随他去，他脸皮厚着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追我那3年，不管我怎么冷眼，怎么骂他，都赶不走。他就是欠虐。男人真麻烦，还有姐妹好啊。还姐妹呢？姐妹能让你怀孕啊？你才不是个男人呢。我怎么不是男人啊？你问我肌肉大不大？有吗？走，进屋吗？孟清哲，这就是你爱了5年的沈娇娇，你现在觉得还值得吗？清哲啊，娇娇和景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这件事儿确实娇娇做的不对，我已经打过电话骂过她了。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夫妻俩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？有些事儿啊，该放就放，只要他心里有你啊，这日子还能过下去。景深的孩子也说了，不会破坏你们的。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也不用你操心，我这个做姥姥的到时候也会帮忙的。你就当这事儿没有发生过。阿姨，我和他的婚事还是算了吧。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儿？虽然学历低，是个本科生，和我们娇娇差了一大截，但是最基本的道理总该懂啊。就犯了1次错，也和你坦白了，你就要一棍子打死？你这是钻牛角尖儿，自己不觉得累吗？阿姨，我不是钻牛角尖，既然你嫌弃我的学历低，家里没有做生意的，勉强才能配得上你女儿。这样，我现在退出，你的女儿值得更好的。你敢挂我电话？孟清哲，你曾经的骄傲。孟氏集团要投资我们，以后沈家发达了，你呀当赘婿了。看来我让爸爸多投资沈家是对的。娇娇这么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哎，娇娇，你们家的人都是教育泰斗，我这样的本科生会不会遭到嫌弃啊？不会，你只需要对我好就行。
哦，这就是孟清哲呀，人还蛮帅的嘛。帅有什么用？男人最重要的是大脑。清哲是什么学历啊？哪个学校毕业的？这专业呢？啊，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本科生。本科生？这学校看是会拉低我们沈家的平均学历啊。还好，这孩子的智商啊，主要遗传于母亲，不然咱们沈家以后啊，难啊。哎呀，你这么说，清哲也不好受啊。其实我早就跟他说了，做我男朋友，高考分数至少要在700分以上。可他的分数就只能到本科线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可是谁让他对我死缠烂打了3年呢？其实啊，我有时候在想，要是生个儿子就好了，毕竟儿子的智商遗传妈妈，自然就不会像清哲那么蠢笨了。这样我就勉强接受。孟清哲，你好傻，你怎么没发现沈娇娇一直在嫌弃你呢？有人吗？电梯坏了！有人吗？黄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不是都怪你！我打电话找不到你人，后来报了警，才知道你在电梯里面昏迷了。抱歉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清哲，以后不许再把自己弄成这样，不许耍赖。什么？我已经跟双方父母商量过了，开始筹备婚礼了。3天之后的日子就是今年最好的黄道吉日，我不想错过。婚礼？那是因为被沈娇娇刺激到，我就答应了。清哲，你难道是在骗我？孟清哲，有人弃你如敝履，有人却待你10年如一日，一得无假冒，但却难求有情人呢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要办中式婚礼。好。原来我也是可以被人如此的重视。爸妈，我答应你们了，会去机场梦时。爸妈，儿子终于回来了。爸妈，是我不好，是我错了，没有好好听你们的话。清哲，你回来了就好，以后就别乱跑了。快起来啊！爸妈，这个头我是一定要磕的。之前是我恋爱脑了，但你们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了。好了，起来。哎，
你这个臭小子呀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？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哦，对了，爸妈，这是黄雪莲，黄老师，之前在电话里跟你们提起过的，是我的未婚妻。好好，清哲他一直很傻，我们年纪也大了，雪莲，以后就拜托你多照顾照顾他。清哲，明天你们的婚礼我都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，明天就在云顶天宫酒店的凤凰厅举行，时间定在上午10点，你们呢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啊！好的，爸。我已经通知了所有的亲戚和朋友，大家都很期待呢。哦，这份百亿订单的合同书，当初你坚持要以孟氏集团子公司的名义和那个女人签约，现在既然回来了，这份合同就当是送给你们小两口的结婚礼物。来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从沈娇娇手中回到了我的手里。雪莲，你的婚纱准备了吗？清哲啊，你可不能亏待了雪莲啊！妈，抱歉，因为时间太短啊。啊，阿姨，我和清哲已经商量好了，婚礼从简，我自己做了一套中式礼服。他是提前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中式婚礼就应该穿中式礼服，好啊！抱歉啊，妈妈，我接个电话。哦，去吧。啊，小黄老师，坐来，你请坐。喂，孟清哲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一点小事就做，竟然电话都敢不接了！我回家了。回家干嘛？你……算了算了，说正事。我那个百亿订单的签约仪式定了明天上午10点，你帮我约定云顶天宫酒店的凤凰厅。凤凰厅？那不就是……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惊喜啊？我就说了我的能力不是盖的，这次签约成功，我在公司地位就更加稳固了。同一个酒店，同一个厅，同一个时间，这是什么样的巧合？还是说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？沈娇娇，既然你选择了在我婚礼当天出现，那就让我们彻底了结这一切。娇娇，今天这么精心打扮，是为了谁啊？当然是为了我的百亿订单啊！今天可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。那我呢？我在你心里排第几？你呀，当然是第1位啊！谨慎，等今天我谈了这个订单之后，我就有钱了。到时候我一定要买一个超级大的房子，让宝宝有个更好的居住环境。那清哲呢？他就是作，我都跟他说好了，等孩子生了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跟听不懂似的。其实清哲他还是在乎你的，你看，你让他订酒店，他不就定了吗？那是自然，毕竟论家庭背景、学历，他哪一样拿得出手啊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不过我觉得他一直对你有意见。他能有什么意见？他就是觉得你只是一个投资顾问，没什么真本事，全靠他忙前忙后的才能拿到项目。他居然敢这么说！要不是我，那些项目能自己跑到碗里，他只不过就是在我身后跑跑腿而已。哎，好了，娇娇，别生气了，咱们今天啊，就用实力向他证明，咱们沈娇娇不需要依靠任何人。对，我就是要让他看看，离开了他，我照样能成功。你好，我预定了凤凰厅，
用于百亿订单的签约仪式。抱歉，女士，今天酒店被包场，所有厅房都不对外开放。什么？包场？什么？包场？我明明让孟清哲预定了凤凰厅的呀！真的很抱歉，今天有重要的客人举行婚礼，整个酒店都被包下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的签约这么重要，不能随便取消。这一定是孟清哲搞的鬼，他故意破坏我的签约仪式。孟清哲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酒店被包场了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他居然敢挂我电话！你好，请问是沈小姐吗？我是。你是？啊，我是百亿订单签约仪式的项目经理，我姓王。太好了，王经理，酒店说被包场了，那我们签约仪式怎么办？包场？不可能啊！签约仪式就是在凤凰厅举行的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可前台说……哎，走吧，我带你过去。签约仪式马上就要开始。奇怪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前台说酒店被包场了，但王经理却说签约仪式正常进行呢？娇娇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合同我一定要签下来。走。接下来，请新娘为新郎戴上戒指。来，请进，签约仪式就在这里举行。好，有请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。沈娇娇，你的心或许在某个瞬间有过我，但我不愿和任何人共享。把你的爱给你真正爱的人。沈娇娇，我不爱你。我们的遗憾越走越纠缠，要怎么逃脱回忆再泛滥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走，搬过去。说好的百亿订单签约仪式呢？这个……黄经理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现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？喂，是，我知道了。沈小姐，实在是抱歉，刚刚上面来通知了，说百亿订单的签约时间临时推迟了。推迟？那为什么没有事先通知啊？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实在对不住啊，给您造成了困扰。推迟到什么时候？具体时间目前还在协调，我们会尽快通知您的。现在呢，请二位先行离开，我们需要整理一下现场。这不对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。哎，娇娇，别激动，对宝宝不好。既然他们都说推迟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等消息啊。可是，娇娇，相信我，像这种大项目，临时调整是很正常的。咱们先回去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好吧，一定是这个孟清哲办事不力。回去，我要好好教训他。娇娇，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了孟清哲的声音。不会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这里。好啦，娇娇，刚才王经理也说了，这里有什么新人结婚，怎么可能会有孟清哲的声音啊？娇娇，一定是你听错了，这里可是云顶天宫的内部，像孟清哲那样的货色，怎么可能进得来吗？没错，而且这里我听说，这里是京氏孟氏集团新任总裁的新婚现场。也对，这种地方，我怎么会觉得孟清哲也会在？他就是一个本科生，有什么资格来到朱雀厅这种高级场所？真是异想天开。对嘛，娇娇，你看，估计咱们百亿订单会取消，也是这个原因呢。你看啊，孟总结婚，云顶天宫自然没办法预定喽。这个孟清哲真是太可恶！孟总结婚明明无法预定，他还不告诉我，这成心是让我丢人吗？好啦，娇娇，你不要生气嘛。现在有请新郎新娘向各位来宾行礼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刚才突然愣了一下。
我觉得没必要包场的。哎，没事儿，雪莲，你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为你办的是值得的。接下来有请2位新人面对面。现在，请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。沈娇娇，你的心或许在某个瞬间有过我，但我不愿和任何人共享。把你的爱给你真正爱的人。沈娇娇，我不爱你。清哲，好好对雪莲啊！妈，爸，你们放心。礼成，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雪莲，谢谢你。清哲，我等这一天，等了整整10年。新郎，这一刻你可以以丈夫的名义亲吻你的新娘。今天，我孟清哲正式告别过去。沈娇娇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为你流一滴眼泪，也不会为你心疼1分1秒。我要用我的余生，好好爱，眼前这个值得我爱的女人。沈娇娇，我们的故事到此为止。累坏了吧？来，喝杯牛奶。不累，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。雪莲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清哲，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对了，清哲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今天下午的时候，我看到你拿手捧花的姿势有些怪，我就在想，你是不是撞到哪里了？哎，没事儿，男人嘛，磕磕碰碰不是很正常。男人嘛，总是粗心大意的，以后啊要多注意。不过以后就算是粗心大意也没事，因为你已经有我了。好啊！孟清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说让你给我买饭吗？哎，娇娇，抱歉啊，我等会儿就给你去买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刚刚楼下取快递的时候还摔伤了。等我上完药，我立马就给你去买。啊！你难道不知道我每天中午12点必须要吃中午饭吗？不然的话我会长胖的。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就给你去买啊。不过就是磕了下而已。你一个大男人这么娘们唧唧，你看人家景深哥哥从来就不会这样。我别啰嗦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在10分钟之内买不到东西，今天晚上就滚去睡大街。好，我现在就去买啊。从小到大，除了爸妈，所有人都在告诉我要坚强不屈，但好像没有人告诉我，也有人可以在某一刻为我斗底。雪莲，谢谢你。清哲，我们是夫妻，你说这话就有些见外了。
孟清哲，你是不是故意把手机设置成静音了，居然不接我电话？你真的胆子够大的！我警告你，立刻给我回电话！今天的100亿订单没有签约成功，就这么愤怒吗？清哲，是谁啊？看你的样子，不开心吗？没事，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清哲，你是不是又在想他了？不，我在想你。雪莲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是第一个真正尊重我的女人。在沈娇娇的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个学历低、配不上她的男人。她从来没有真正看得起我，哪怕我为她做的再多，在她的心里，我不过是个跑腿。清哲，在我的眼里，你是最优秀的男人。你善良、有担当、有能力，这些都是金钱和学历换不来的东西。雪莲，清哲，我爱的从来都不是孟氏集团的继承人，而是你这个人。哪怕你一无所有，我也愿意跟你在一起。这就是爱情的样子，不是索取，不是贬低，而是相互尊重，相互成就。沈娇娇，你永远都不会明白，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。几点了？走了。我看你昨天忙婚礼的事太累了，所以就没叫你，想让你好好休息一下。我来帮你吧。你会做？我可还没听说过有几个男人会做饭的。所以说啊，你们这些臭男人就应该多做家务，别什么事儿都让我们女人干。受这么点伤就受不了了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还不如学学人家景深呢。我吗？我可不是一般男人。怎么，不信？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来。清哲，你居然会做这么多的好菜，之前怎么没发现啊？来，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？真棒！天哪，我上辈子究竟做了多少好事，才能嫁给这么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长得这么帅气的老公？哎，其实我也做得一般，这以后啊，我还需努力才行。不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原来在喜欢你的人面前，你不用拼尽全力做得完美，就能让他对你满心欢喜。对了，清哲，之前爸妈说等咱们结婚之后就不管什么了，但我想等他们旅行回来，咱们还是要多去陪陪他们。孟总，沈娇娇对于100亿订单的事很不满，一直在追问什么时候继续签约。您看，您要亲自和她沟通吗？啊，公司的电话。啊，还想着亲自见我，这沈娇娇真是自大，还以为合同能继续下去。他不知道孟总就是您，不过
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您不直接取消呢？这沈娇娇不是嫌弃我的一切吗？一直认为自己和顾景深才是真正的投资专家。那这份100亿订单，让他去找顾景深签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沈娇娇，我倒想看看，当你知道你这么看不起的本科生孟清哲能决定你100亿订单生死的时候，你会是什么表情？不对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。娇娇别想了，喝点牛奶吧，肚子里的宝宝要紧。我明明让孟清哲给我包场了，居然还搞出这样的事情，气死我了！就是，就算云顶天宫被什么总裁包场了，那他也应该提前说啊！我看呢，他8成就是在借着这个事儿向你证明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。地位？啊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别放在心上啊！我就是觉得什么谨慎？你尽管说。我就是觉得他之前既然能用分手的借口刺激你，对你欲擒故纵，他现在同样也是在用100亿订单的事情让你意识到，没了他你事业就不会顺利，所以认为会求着他复合了。什么？他敢！娇娇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你身体和孩子要紧。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孟清哲心眼小，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出来。100亿订单这件事，我一定要找他要个说法。他还真以为他耍这点小手段就能让我回心转意，我看他就是在做梦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？好啊，之前是不接电话，现在直接敢关机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他把我拉黑了，孟清哲居然直接把我拉黑了。唉，我就说嘛，孟清哲他就是喜欢用这种手段来故意逼迫，他觉得这样可以把你逼回去，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啊。孟清哲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回头？你想的太天真了。娇娇，别激动。他凭什么拉黑我？凭什么？孟清哲啊，孟清哲，你还真是幼稚，用这种小孩子的把戏来引起我的注意。你以为我会因为你拉黑我就来主动找你？好了，娇娇，孟清哲就这么做，他就是想让你着急了，好让你回去求他复合。求他？他配吗？一个本科生，要不是我看他可怜，他能有今天？娇娇，你别生气，你这样反而中了他的圈套。要我看，咱不如直接问王经理，下次100亿订单签约的时间。你说的对，为孟清哲这种小人浪费我时间不值得，先搞定100亿订单要紧。喂，王经理，上次说那个订单延期签订，现在是什么进展了？什么？沈小姐，很抱歉的通知你，100亿订单的合同有了变动，现在由总公司的孟总来全权合作，所以如果你还想继续这个项目的话，请和总公司的孟总签约。孟总？是的，这是上面的最新决定。100亿订单背后居然是孟氏集团，居然能拿出100亿！景深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！娇娇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100亿订单如今是孟氏集团，孟总全权负责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我猜这个孟总肯定是个眼光独到的商人，像我这样高学历金融精英，他见了肯定刮目相看。娇娇，万一这个孟总不好搞定呢？不好搞定？景深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是什么人？名校高材生，
专业投资顾问，这些大老板最吃我这一套了。是，孟清哲就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，还敢跟我玩欲擒故纵，简直可笑。说的也是，孟清哲怎么可能配和你比？对，他以为不接我电话，拉黑我微信，我就会回去求他，做梦。现在好了，我现在直接跟孟氏集团大老板合作，拿下100亿订单，我和他未来的阶级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等我签下这个合同，我要让孟清哲知道，他这辈子都配不上我，就算他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答应和他复合。对，他现在一定非常后悔和你提分手。当然会后悔，一个本科生有什么资格和我这样的高材生提分手？他配吗？之前只是听说孟氏集团在京市实力非凡，如今亲眼看到，果然非同凡响。看来我能力还是非常强悍的，能在这么大的公司拿到100亿订单。娇娇，你以后要是飞升了，可别忘了我呀。当然啊，你可是我男闺蜜。哎呀，有能力的老板才配得上我的才能，不像孟清哲，现在连个高端工作都没有。谨慎，你就等着看戏吧。等我拿下这个100亿订单，孟清哲那个臭脸一定很精彩。娇娇，你真厉害。那是当然，我就是让孟清哲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，他到时候一定会后悔和我提分手。走。哇！这人好眼熟，不对，那是孟清哲。娇娇，你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我刚看到那个人的背影，好像孟清哲啊。娇娇，这里可是孟氏集团，是京市最顶级的科技公司。孟清哲那样的本科生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嘛？对，一定是我眼花了。孟清哲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在孟氏集团这样的高端公司里？就是嘛，娇娇，你就不要胡思乱想啊，可能就是一个背影相似的路人而已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怎么可能会在这里遇见他？我现在要专心去忙我的100亿订单的事情。对，娇娇马上就要和孟氏集团合作了，像这种级别的合作，孟什么玩意儿他一辈子也接触不到。等我签完这个合同，我的身价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走吧。我是来签约100亿订单的。是沈娇娇沈小姐吗？上面确实吩咐过说您要来。我就说嘛，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，孟总一定很重视。娇娇，你看，人家大公司就是有眼光。那是当然，就这样的人，居然也有勇气敢和我提分手，让他彻底后悔去吧。不过，沈小姐，很抱歉，这份合同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不能签了。什么？无法签约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之前我们明明说好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要去找孟总。沈小姐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孟氏集团之所以要与您签订这份100亿订单，主要是看中了您对于市场上债券和股票的预判能力。预判能力？是的，当时决定签这个合同，合作条款上也明确写清楚了这些要求。您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是我们合作的基础。娇娇的能力绝对没有问题，她可是金融系的高材生。不过，我们孟氏集团毕竟名声在外，再次签约的时候需要再复审一次，所以要考验一下沈小姐这方面的能力。考察？你的意思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和水平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是孟总交代了，我们需要找个时间对您进行一次专业测试，确认您的预判能力确实符合我们的合作标准。
测试？娇娇，你怎么了？不就是个测试吗？以你的能力，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当然没问题了。测试，当时这份100亿订单给到的时候，也有类似的测试。现在搞个合同怎么这么难，还要让我自己做分析？这个股票应该会涨，不对，应该会跌吧？这个债券……娇娇，累了吧？来，喝口水。别打扰我，我在做重要的分析。娇娇，你这个分析……你懂什么？你一个本科生哪懂这些？不要在这给我指手画脚。我只是觉得这几只股票的技术水平显示……够了，你赶紧去做家务吧，这些我自己能应。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完了，我的100亿订单啊！娇娇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你看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偶尔也看一些财经的新闻。行吧，这次我就先按照你的方式去提交。不过，你给我记住，如果你给我搞错，让我失去了100亿订单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不会的，你相信我。相信你？你是我见过最没有投资收益的废物。通过了，这次只是算你走运罢了。当时如果没有孟清哲的帮助，我根本不可能通过测试。现在他不在，我要怎么办？娇娇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那沈小姐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安排测试呢？能不能再给我一点准备的时间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们希望能尽快安排，毕竟你也希望合同尽快签约。完了，还有孟清哲，我根本应付不了这种专业测试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必须要想办法通过那个测试。喂，安安，是我，沈娇娇，你能联系到孟清哲吗？我找他有急事。他回家了。什么？他回父母家了？好的，你也联系不上他。鸭子，你现在能联系到孟清哲吗？这个孟清哲到底在玩什么鬼把戏？一定是故意的。娇娇，既然上次测试是孟清哲帮你的，那要不这次你去他父母家给他服个软？我去找他？有没有搞错？他配让我亲自去找吗？还有，我真的去了，不就中了他的圈套？他不就眼巴巴的等着我去找他复合吗？孟清哲，你以为这样我就能屈服？你以为我就会因为这点困难去找你了？娇娇，你先别生气了。他就是故意的，故意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消失，目的就是让我找他去复合，甚至结婚。孟清哲，孟清哲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心机这么重，居然用这种手段来威胁我。什么手段啊？他以为他断了我的联系方式，我就没办法处理工作上的事情，就会主动过去找他，简直可笑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当初他给我那些建议，说不定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，哪有那么神奇？对啊，娇娇那么聪明，哪真的需要他的帮助？就是
我可是金融投资高材生，他就是个垃圾本科生吧？论专业能力，我怎么可能比不上他？我怎么把景深给忘了？没有孟清哲，还有他呢。景深，怎么了？你不是也是金融投资人吗？而且你之前不是说过，你既努力又有实力？那当然，我在我们行业也是小有名气的。对啊，景深，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，比孟清哲那个半吊子强多了。娇娇，你现在才发现你这个男闺蜜的价值啊！景深，我需要你帮我。你也知道，孟氏要测试我对股票和债券的预判能力。这个，你一定可以帮我的，对不对？凭你的专业水平，这种测试根本不在话下的。哎呀，你不是我的男闺蜜吗？你要帮我，我呀绝对不会向穆清哲屈服。我要向他证明，没有他，我照样能成功。金融知识我好歹也懂一些，当初孟清哲那个本科生都能完成，我一个投资老手，我还比不过他？行，你放心，这种测试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孟清哲他能做到，我也能，甚至能比他做得更好。好了，明天我们就去孟氏集团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专业水平。沈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这次测试让顾景深先生代替你？对啊，他是我的执行投资顾问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不过这次测试有点特殊，这次不是模拟操作，而是真实操作。真实操作？是的，我们会提供真实的资金，要求顾先生对市场上的债券和股票进行预估和操作。所以，我必须提醒你，如果造成任何损失，需要顾先生承担全部责任。没问题，我对自己有信心。景深，你也太厉害了。那好，请顾先生签好这个实操合同。那就开始分析这些股票和债券的走势。等签下这个100亿订单，孟清哲一定会后悔死。娇娇，我们肯定比他厉害。当初一个本科生就能做到的，景深，你怎么可能会做不到？沈娇娇，让我好好见识一下你的这位所谓的男闺蜜到底能不能帮你拿下这100亿订单。这个股票应该……你们以为投资是儿戏吗？真以为随便分析几个数据就能成功？这些数据怎么这么复杂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还有这些玩意儿，以前学校老师也没教过啊。景深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有把握的，就快好了。好了，我的分析完成了。景深，你也太厉害了，我敢肯定，孟清哲肯定被你吊打。那我们现在就进行实时操作验证。这次我们的订单呀，肯定稳操胜券。应该可以吧？这次签署100亿订单之后，我就让孟清哲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投资专家。不好，数据显示，怎么了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顾先生，您的预测全部错误，不仅将本金全部亏完，还给我们孟氏造成了50万的损失。全部错误？这怎么可能？明明分析得很认真的。很抱歉，顾先生没有通过我们的测试。那我的100亿订单呢？
根据刚刚我们签约的合同，100亿订单正式取消。取消？不，两位也算是金融投资界的人物了，难道对于自己的职业水准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吗？同时，根据合同条款，顾先生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连带责任。赔偿？要赔多少？本金加损失总计150万。150万？我哪有那么多钱的？这一定是搞错了。另外，鉴于二位在刚才专业能力上的严重不足，我们孟氏集团有义务在行业内公开你们的真实水平。公开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让整个投资行业都知道两位的真实能力水平，避免其他公司上当受骗。要是公开了，我们两个在行业内就完了。你们不能这么做，这么做会毁了我们的。这是合同条款，也是行业规则。能力不足却冒充专家，本身就是欺诈行为。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机会已经给过了，是你们自己没有把握住。而且在来之前，你们对自己的能力可是很自信的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请二位尽快处理赔偿事宜，我们会在3天内发布行业通告。所以我很好奇，当初那份100亿订单，沈小姐你是如何通过测试的？难道孟清哲他不，他就是一个本科生，能懂这些？都怪孟清哲，怪他乱吃醋，故意说分手，扰乱我思绪，才导致我现在状态不好。不行，我要见孟总。抱歉，沈小姐，只有通过测试才能见孟总，更何况如今您的100亿订单也已经取消了，更没理由见他。求求你了，求你找孟总说钱。顾先生，请起来。不，我真的拿不出150万，求您网开一面。等等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什么误会？刚才测试的时候，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水平。哦，可是合同说得很清楚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要承担盈亏。难道你们不打算遵守合同吗？第一，我可是金融高材生，我在投资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对，娇娇是名校毕业的。第二，我家里人全部都是大学教授出身，我家那是书香门第。所以呢，我知道孟氏集团一直都以科技为本，那自然是会很尊敬我这样的人才。我也相信孟总一定会再给我这样有背景、有学历的人一个机会的。行啊，那我去请示下孟总。仅仅觉得自己学历高，就认为我应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清哲是什么学历啊？哪个学校毕业的？这专业呢？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本科生。这学校怕是会拉低咱们沈家的平均学历啊。还好，这孩子的智商啊，主要遗传于母亲，不然咱们沈家以后啊，难啊。哎呀，你们这么说，清哲也不好受。其实我早就和他说了，当我男朋友至少高考分要700以上，可是他的分数只能在本科线上，我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孟总，那您看？行，那就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景深，你觉得我们有希望吗？孟总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吗？应该有吧，毕竟你刚才也说了，以你的家世、你的学历，当下市场多稀缺啊，孟总肯定不会放过你这样的高端人才。你说的对，这一切都怪那个该死的孟清哲，要不是他故意不联系我，我们也不会这样。哎呀，娇娇，你冷静点儿，肚子里还有宝宝呢。我觉得这个清哲，他就是故意想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用这些手段，不就是为了逼迫你，强行让你答应和他复合吗？做梦！他敢拉黑我，还敢不帮我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跟他再有任何联系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他失去了我会是多么痛苦。
孟总的回复来了。怎么说？孟总已经答应暂时不索赔。我就说嘛，孟总果然很有眼光。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必须在明天晚上之前通过你们没完成的测试，并做出市场上最正确的分析，弥补这次给孟氏造成的损失。没问题。请你告诉孟总，我们一定能做到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能弥补损失100亿订单合同继续，弥补不了，抱歉，这150万的损失还是要继续赔偿的。请孟总放心，你们就准备好100亿订单，等着我们来签约吧。娇娇，你要找谁帮忙啊？刚才他们也说了，咱们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这次是无条件帮助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坑我啊！如果这次咱们失败了，那我就要承担全部责任。对啊，寝室也算是帮我，再加上100亿订单合同，这次我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。我知道找谁帮忙了。谁？孟清哲。清哲，今天天气可真好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出来散步了。只要你愿意，以后我天天陪你。哎呀，那有只小猫受伤了。它的腿好像被什么东西夹伤了，还在流血呢。那要不要送宠物医院去？我先带它去包扎一下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好吗？嗯，好。来，雪莲，总是这样善良。孟清哲，孟清哲，我都已经搬家了，没想到你还是找来了。你以为你的手段很高级啊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拉黑我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拉黑？你还真是金鱼的记忆。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还有必要联系吗？行了，别演了，你做这些不过是对我欲擒故纵吧？欲擒故纵？你以为你那些小心思我不知道呀？你故意拉黑我，故意不理我，不就是想让我回头求你吗？你还真是搞笑，我对你无话可说。孟清哲，行了，我承认，你这一套对我还是有点用的，不然我也不会来找。沈娇娇，你到底是哪儿来的自信？因为我了解你啊，你就是这样。你扪心自问，你离得开我吗？了解我？你什么时候了解过我？行了，别演了，我现在就给你机会。没兴趣。你还记得我那个100亿订单合同吗？原来他来找我是为了这个，可笑，真是还想着从我这里拿到最后一点利益。当然记得，不过我记得当时有人把我批判的一文不值啊。行了，现在我那个100亿订单合同出了点问题，孟氏集团对我和景深的测试不通过，所以我要让你帮我，只要你能够帮助我解决孟氏集团对我和景深的测试问题，挽回损失，让孟氏集团不要向我们索赔。然后呢？那我就考虑跟你们复合，甚至结婚都可以。沈娇娇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吗？孟清哲，我这是在给你机会。至于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也可以叫你爸爸。怎么样？这个条件够优厚了吧？孟清哲，我再最后强调一遍，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要考虑清楚。
好啊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早说不就行了？我就知道，你无非就是想让我跟你复合，搬回去。只要你这次能够帮我，什么都好说。不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你说的是什么？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你觉得我还需要你吗？既然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那就要断得干干净净。我要从你手里拿回属于我的公司。公司？什么公司啊？看来你真的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整天围着我转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刚毕业的时候，为了能让娇娇过上好日子，我瞒着家里人，用自己打工赚来的钱成立了一个小公司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兼职，就是想给她一个惊喜。娇娇看到这个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娇娇，来，坐。娇娇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一个属于我们的公司。谢谢啊。哎，娇娇，你不应该感到惊喜吗？这个也算是我们之间的爱情见证。爱情见证？孟清哲，你注册这么个玩意儿干嘛呀？我问你，你懂公司运营吗？有这时间，你还不如学学人家谨慎，多脚踏实地一点。娇娇，你之前不是说希望你和我有自己的事业吗？我是那么说了，但是我现在更希望你向人家谨慎好好学学，人家可是未来的投资精英。你一个本科生，什么本事还没学会呢？就注册什么公司？你真当自己是什么呀？娇娇，行了，其实我是跟个傻子一样，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公司的少爷，整天做着不切实际的梦。娇娇，其实我是……哦，对了，你这个公司给我，还不如给谨慎练练手呢。啊，喂，谨慎啊，我这边有个小公司，你拿去练练手，反正也没什么用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想试试做老板的感觉呢。他把我用血汗换来的心意当做了文具。1年前我送你那个公司，现在在顾谨慎手里。等等，你说的是那个？孟清哲，你怎么这么爱斤斤计较？看来你是真的忘了，那可是用半年打工时间拼命赚钱、熬夜办手续成立的公司。就那一个破烂玩意儿，孟清哲，你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啊？我记不记得清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既然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那就不再有任何瓜葛，所以我必须收回我的公司。孟清哲，你手段可真低级，你以为你这么说就能让我愧疚啊？这是我答应帮你的条件，要么你同意，要么我们就此别过。好啊，你拿走就行。你是不是以为你翻出陈年旧账就能博得我的一丝同情，答应你跟你复合啊？明天上午10点，如果你还想让我帮你的话，就让顾谨慎签下公司归还协议。你确定？不过孟清哲，你既然选了这个条件，就不能选择再让我跟你复合了，你可要考虑清楚。好啊，沈娇娇，你现在还是这么的自以为是，那我就让你好好看看被你轻蔑、瞧不起的孟清哲到底是谁。哼！走路不看路，没长眼睛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注意到。哼，
真是，现在的人素质真是越来越差，穿着这么脏兮兮的衣服就出门。对了，孟清哲，我们的事情还没说完呢，你到底帮不帮我？我说过，想让我帮你，先把我的公司还我。就你那破公司，好啊，明天早上10点，景深办公室我让他亲自转给你。但是你记住，这一次你必须得帮我。星哲，猫已经送到宠物医院了，他来这是……还能有什么事吗？遇到了困难，想让我帮他。雪莲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否认我的全部。星哲，否认我的能力，否认我的价值，否认我的付出。在他眼里，我是一个永远配不上他的本科生。但是现在，我对他没有任何想法了。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。我明白的，星哲。雪莲，幸运的是，让我遇见了你，是你让我觉得，原来真正被人爱着是什么感觉。既然我已经回归了梦时，曾经给予沈娇娇的一切，都将彻底收回。他现在还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他摆布的孟清哲，殊不知，现在的我已经大有不同。沈娇娇，这一次我要让你知道，你失去的究竟是什么。这不是孟清哲吗？哼，还真是啊，孟清哲，你还好意思出现啊？我还以为你会躲起来，不敢见人呢。好久不见，还真是好久不见，孟清哲。自从上次同学会一别，你知不知道，班级群里都在讨论你的事呢。孟清哲，景深可是说了，娇娇呀怀了他的孩子，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。想想都觉得丢人，交往这么久的女朋友，肚子里居然怀的是别人的孩子啊！你们今天前来就是为了说这些事情？哪有，我们今天不过是娇娇约了我们见面，碰巧遇到你罢了。对了，我可是听说了，你们还要结婚来着，婚礼前爆出这样的事，这多尴尬呀！全校人都知道了。孟清哲，你说你图什么呀？人家娇娇是高材生，顾景深家里有钱，你一个普通本科生，凭什么和人家比？是啊，我不能和人家比，所以我今天来是来处理这些后续的。处理？哼，你该不会是想跑到沈娇娇面前痛哭流涕，要求挽回的吧？孟清哲，你还是收起这些心思吧。就是，我可是听说了，人家沈娇娇马上就要签约100亿订单了，人家怎么可能真的看得上？我看呀，人家一开始就是把你当做备胎，现在正主回来了，你这个备胎当然要被踢开了。哎呀，被人绿了都不知道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是吗？孟清哲，你还有脸出来见人啊？我要是你啊，我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。就是啊，这种事传出去，以后谁还敢和你谈恋爱？说不定沈娇娇现在和顾景深正在一起，笑话你呢。曾经的我确实会因为这些话而痛苦，但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难道是被我们说中了？看他这表情啊，好像呀是被打击到了。孟清哲，我劝你还是低调点吧，别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了。你们说完了吗？怎么，被我们说中了？恼羞成怒了？恼羞成怒？不，我只是觉得你们的消息太滞后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现在不是我配不上沈娇娇，而是沈娇娇配不上我。孟清哲，我看你呀是被绿出妄想症了吧？还大言不惭地说他配不上你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孟清哲，做人呢要有自知之明。你一个本科生，凭什么说沈娇娇配不上你？如果你真的觉得沈娇娇她配不上你，那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今天前来就是和沈娇娇彻底一刀两断，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一刀两断？孟清哲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了？拿回东西？
你有什么东西值得拿回去的？我看呢，你呢就是舍不得沈娇娇，还在这里装模作样。孟清哲啊，你知道吗？沈娇娇可是马上就要签约100亿订单了。100亿呀！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以后啊，不是他配不上你，而是你配不上他。100亿订单？是啊，他梦寐以求的100亿订单。孟清哲啊，你别怪我们没告诉你，人家沈娇娇现在马上就要成为亿万富婆了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本科生，拿什么和人家比？就你这样给人家提鞋啊，都不配。我看啊，你永远都是沈娇娇的舔狗，根本离不开她。被人戴了绿帽子，还要死皮赖脸的贴上去。孟清哲，你是我见过呀最没有骨气的人，还想一刀两断，做梦去吧。100亿订单，有意思。看来沈娇娇为了各种炫耀自己，完全不提如今的和我根本没办法签约。怎么又不说话了？被我们说中了吗？我就说嘛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真的放得下沈娇娇？孟清哲，认清现实吧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配得上沈娇娇。好了，孟清哲，你就别做梦了。就你这样的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，永远是个 loser。娇娇，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还比我先到了。我们就是刚好路过，正好碰到了。娇娇，你今天可真漂亮，就是气质越来越好了。孟清哲，你看到了吗？如今的我和你已经天壤之别了，就你还想着和我复合？娇娇，我们听说你马上就要签约100亿大订单了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100亿呀，我们想都不敢想。娇娇，你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可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老同学呀。哎呀，你们太客气了。不过确实，这个100亿订单对我来说只是个开始。娇娇，我就知道，像你这么有能力的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们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今天晚上呀，我们家会有一场高学历宴会，来的全都是硕士、博士及以上精英。到时候你们都来啊！哇，高学历晚宴，听起来就很高端。可是我们好像没有达到入场的资格啊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到时候呀，你们都来。反正这个宴会呢，我说了算。到时候呀，也刚好让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上流社会聚会。不过有的人连踏入我这个宴会的资格都没有。太好了，谢谢娇娇。我们一定会去的，这机会太难得了。那娇娇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等着看你签下100亿订单的好消息。嗯。你看到了吗？孟清哲，孟氏集团测试的问题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说过，想要我帮你，先把我的公司转回来。行行行，我已经让景深准备转让手续了。不过就那个破公司，你还真当个宝啊？破公司？那你为何当初收下，还送给顾景深？那还不是看你眼巴巴的可怜，给你个面子而已。行，那今天就让我们把这一切都给说清楚。景深，我把人带来了。哟，孟清哲，怎么他还真敢来啊？你是觉得自己真的懂投资，能解决咱们的问题？死马当做活马医了呗？我也想看看他当初到底是不是凭借运气才预判成功的。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的公司呢？景深，他要的就是当初给你的那个公司。哦，你说的是那个小公司啊？没错，我当年成立的公司，现在在你手里，我要收回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收回来？字面意思，既然我和沈娇娇分手了，那么当年我给她的东西，我都要收回。孟清哲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小气的男人，送出去的还能再要回来。景深，你就给他吧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娇娇，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
什么意思啊？他突然就提出我们都要忘记的公司，还要把公司要回来，你不觉得这是他的手段吗？手段？对啊，装什么？你现在不就是想借着公司的这个名义接近娇娇吗？你先是拉黑娇娇，让她着急，然后又在娇娇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，现在又要什么公司？这不是欲擒故纵是什么？你想多了。想多了，孟庆哲，你不就是想和娇娇复合吗？还要装得这么高尚？等等，你手上那个是什么？婚戒。婚戒？你居然结婚了？对啊。好啊，我倒是想听听，你和谁结婚？不会是个大专生吧？你没必要知道，反正过几天你们很快就会见面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孟庆哲，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娇娇，什么意思啊？景深，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他这是在演戏。演戏？你认为我以为你真的结婚，居然提前把戒指戴上了？哦，我说呢。孟庆哲，你以为戴个戒指我就相信了，就能刺激到我，我就能主动求你复合了？沈娇娇，你的想象力还真丰富。孟庆哲，你不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，如果我不答应和你复合，你就真的要和别人结婚了？孟庆哲，你的这个手段够狠的呀。可是你想多了，我沈娇娇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就你这样的小心思，对我可没用。娇娇啊，他的这些手段，就算真的告诉我们也不会用的，因为太 low 了。那条手镯，这个手镯啊，是娇娇送给我的。那是我买的。孟庆哲，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好不好？我知道这是你当时送给娇娇的定情信物，我就是觉得好看，就拿起来戴戴咯。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娇娇的男闺蜜而已。是啊，能让她怀孕的男闺蜜。孟庆哲，你这么阴阳怪气干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景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了，娇娇，孟庆哲吃醋我也理解，毕竟你现在怀的是我的孩子。不过他要是想让你怀孕的话，就只能排队咯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娇娇把孩子生下来之后，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复合的话，他也可以回去和你一起住的。景深，你说什么呢？谁要和他复合了？好了，娇娇，庆哲这么用心良苦，你就别折腾他了。用心良苦？是啊，他为了挽回你，连假结婚的戏都演上了，多不容易啊。孟庆哲，你说你何必呢？你想复合，直说嘛。是吗？废话说完了吗？现在开始办转让手续。哎，我凭什么要转让给你啊？景深，他要你就给他呗，反正也不值什么钱。可是娇娇，这可是你送给我的。等拿下了100亿订单，我送你更好的公司。签字。真是的，一个破公司也要回去，赔死你！好了，现在这个公司重新归我了。孟庆哲，现在你该帮我们了吧？什么？就是孟氏集团的测试啊！你要帮景深通过测试，解决那个150万的赔偿问题。我为什么要帮他？景深说到底也是为了帮我，而且这件事本来就该怪你，是你不接我电话导致了我们预测失败。只要你帮助景深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就勉强答应和你复合，甚至结婚都可以考虑。娇娇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孟庆哲，这个条件够诱人了吧？哼！孟庆哲，你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！你这么步步紧逼，不就是为了和娇娇结婚吗？景深，你别冲动，我们还要孟庆哲帮我们解决这事儿呢。娇娇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孟庆哲从进门一开始就已经在算计我们了。孟庆哲，我告诉你，娇娇或许会被你的手段欺骗，但是你的手段对我可没用。我告诉你，我当年在投行上班的时候，你还在酒店刷马桶呢。哼，是，哼，
怎么回事？你也不看看你什么出身，娇娇，你配得上和我抢吗？还有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不过就是一个刷马桶的。孟清哲，你敢打我！刷马桶！孟清哲，你疯了！我疯了！顾景深，你以为我之前为什么那么容忍你？那是因为我跟沈娇娇没有分手，所以顾全大局，你再怎么蹦跶，我都可以容忍你。但是现在，我和沈娇娇一刀两断了，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容忍你这个垃圾。垃圾？你说我是垃圾？你不是说我不懂投资吗？你不是说自己是业内的顶级专家吗？那不如我们比一场，和我这个本科生。孟清哲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让你过来帮我，是抬举你，给你面子。你以为你真的跟景深比啊？娇娇，好了，我看他还真的挺嚣张的，咱们是时候给他一个下马威了。好啊，比就比，比什么？就比这次孟氏对你的测试题。孟氏集团的测试题，那不是我让你帮我们来解决的吗？对啊，他既然这么笃定自己实力，那不如就拿此次试题来一见真章。怎么，敢吗？行啊，比就比。上次在孟氏测试失误，只是我脑子意识不清楚而已。是吗？景深，可是你当初不是在孟氏做出了错误的预判吗？放心，娇娇，我已经彻夜加班，把所有的投资理论都复习了一遍。那你不早说，你自己都提升了，我们还找他干嘛？没事，我之所以让你叫他过来，就是为了想让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。不过事实证明，他确实是一个不要脸的卑鄙小人，他就是想用这种手段和你复合，甚至和你结婚。不过，娇娇，你放心，这一次啊，我一定帮你把失去的面子找回来。我要让孟清哲彻底知道，他这个祖传本科生可不好翻身啊。孟清哲，我说了，你这低级的手段只会让我越发看不起你。很好，那我们就比孟氏的测试题。没问题，不过我要加点彩头。什么彩头？如果你输的话，你将彻底的滚出投资界，永远不准再踏入这一行。凭什么？怎么，怕了？不敢了？那如果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我就替你们还上孟氏那150万的损失。150万？真的？真的。好，我答应。景深，你确定吗？娇娇，你就等着看我怎么虐他。一个刷马桶也敢和我比投资？那来吧，现在开始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好，孟清哲，你这150万我拿定了。这只股票，景深怎么样了？没问题，快好了。好了，我完成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怎么，你还需要时间呢？不要，我也完成了。结果怎么样？顾景深预测失败，亏损率85%。这怎么可能？孟清哲预测成功，盈利率120%。怎么会这样？这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，不相信呢？你一定是作弊！作弊？顾景深，你这是输不起吗？清哲，你怎么会？第一次还能算他走运，但这次孟氏的测试题完全更换过，难度很高，我基本都无从下手。他是怎么办到的？怎么会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沈娇娇，你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我，在你们眼里，我永远是那么不堪入目，对吧？但正是这样的，还把你们给打败，否不讽刺啊？
我不相信。沈娇娇，你的梦氏测试我已经做了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如果你真的想拿这份100亿订单合同的话，你最好如实告诉梦氏，你们是怎么成功做出预测的。顾志深，记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将彻底滚夫头自尽，永远不要再动这一行。孟庆哲，等等！还有什么事儿？就是刚才那个事，你和景深打的那个赌。那不是打赌，那是正式的测试。既然顾景深输了，那就要承担后果。阿姨，你别这么认真嘛，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闹着玩的嘛。闹着玩？你也不会这么认真的，对不对？就给我个面子，就饶了他吧。沈娇娇，你觉得我会因为你的面子就违背契约精神吗？莫清哲，你这是想让景深逼到绝处啊！沈娇娇，既然签了合同，那咱们就要遵守。那我就直说了，只要你肯放过景深，我可以考虑跟你复合？沈娇娇，你对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你不需要我，那你戴那个干嘛？孟清哲，你别装了，你戴这个戒指就是为了刺激我，逼我跟你求复合。我真的已经结婚了。结婚？跟谁啊？别骗人了。我没必要骗你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结婚？你肯定是在演戏。沈娇娇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孟清哲，你等等。对了，提醒你一句，如果你真的想拿到这份100亿订单合同的话，对孟氏集团一定要说实话。这一次的测试到底是怎么通过的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孟清哲，等我拿到100亿订单合同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跟你和好了。不对，就算我把孩子生了，我也不会回到你家去的。这个是我们最新的预测分析，请您过目。这确定是你们亲自完成的？当然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心血。没错，之前预测错误是我们状态不好，现在已经调整过来了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水平。沈小姐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可是金融高材生，这种测试对我们来说不在话下。就是，这是我们的专业能力，你应该相信的。那好，我需要去向孟总汇报一下，请二位稍等。孟总，沈娇娇他们提交了新的预测报告。哟，他们说是自己做的？是的，他们坚持说是自己亲自完成，还说之前只是状态不好。状态不好，有意思。孟总，需要我当场揭穿他们吗？他总以为我愚不可及，却不知道最大的蠢货其实是他沈娇娇自己。不用。那要想拆穿他们，要等他们最得意的时候，先让他们飞到云端，然后再狠狠摔下来。去，告诉他们，测试通过，去准备签约100亿订单吧。沈娇娇，我给过你机会说出实话，可惜啊，你还是败给了自己的贪婪。去。恭喜二位，孟总看过你们的分析，认为测试通过，孟总同意签署100亿订单合同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以我们的实力，这种问题根本不在话下。没错，上次那次就是意外。对了，签约仪式能不能定到今晚？今晚？没错，今天晚上呢，在我家有家族宴会，来的全都是高学历精英人士。娇娇，你的意思是
就在宴会上签约，让所有人都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。这样一来，我就能在所有家人面前炫耀，让他们看看我沈娇娇有多厉害。孟总说了，签约仪式地点都你定，那就安排在宴会上吧。娇娇，我们成功了100亿订单，我沈娇娇终于拿到100亿订单了。孟清哲，你看到了吗？你这辈子都没有任何机会追赶上我了。今晚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各位，我女儿娇娇今天可是要签下孟氏集团的100亿订单。100亿！天哪，沈小姐真是太厉害了！那是当然，我们娇娇从小就聪明，这种成就是必然的。我就说嘛，咱们沈家的基因啊就是好。哎，这高学历家庭出来的孩子呀，就是不一样。大家过奖了，这只是个开始而已。娇娇，你也太谦虚了吧！100亿订单啊，这放在整个行业都是有轰动性的。娇娇，你可是我们的偶像啊，这么年轻就有如此成就。娇娇的能力，想必大家都看清楚。我身为她的男闺蜜呢，也感觉非常的荣幸。娇娇，我相信以后咱们的宝宝一定会非常聪明。啊，对了，大家快来看这个合同，这个可是孟氏集团给的，货真价实的100亿订单。这就是传说中的100亿合同啊！我感觉我投胎10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数字啊！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当然不一样，学历高，能力强，不像某些人连个像样的学历都没有，还妄想攀高枝儿。孟清哲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实力，没有你，我照样能成功，而且比你在一起更成功。沈小姐，听说你之前有个男朋友，现在分手了？啊，你说那个，他就是一个本科生，跟我现在根本就不配。我们娇娇现在是100亿富婆，当然要眼光高一点了。过去我相信恶人自有天赏，如今我决定亲自动手。孟清哲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根本就没有邀请你啊！我来签合同。合同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这里可是我们高端学历人士的聚会。年轻人，你走错地方了吧？啊？就是，我们这里可都是硕士、博士以上学历的精英，你一个本科生来这里做什么？这位就是沈小姐的什么本科前男友？看着也不怎么样嘛。孟清哲，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这种上流人士的聚会也是你这种人来的？你这种学历会污染这里的空气。孟清哲，你还有脸来这儿啊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就凭你的那点破学历，就凭你的一身穷酸样，你配吗？孟清哲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立刻滚出这里！真是晦气，好端端的一个宴会，怎么会让这个人给搅和了？保安，怎么让这种人进来？我看呢，他就是嫉妒娇娇的成功，故意来捣乱的。孟清哲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娇娇现在是100亿富婆，你配不上人家。就你这样的，给娇娇提鞋都不配。赶紧滚出这里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哼，我倒数3个数，你要是不滚的话，我就叫保安把你丢出去。3、2。你确定要让我走？
当然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这儿。好啊，如果我走的话，这份100亿订单合同，你们谁也签不了。这份100亿订单合同，你们谁也签不了。孟清哲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事实？这个可是孟氏集团给我们的合同，你该不会是疯了吧？真把自己当成孟总了？孟清哲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还真把自己当孟总？冒充孟总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这副德行。为了挽回娇娇，连这种谎都敢撒，哼，真是无耻到极点了。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居然敢冒充孟总，简直胡闹！保安，保安在哪里？我看他就是为了博取娇娇的同情，故意装疯卖傻。孟清哲，你为了和娇娇复合，连冒充孟总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都做得出来呀！这个人真是太可笑了，一个本科生还敢冒充孟总，估计是被刺激疯了，开始说胡话了。哎呀，你该不会以为这样我就能回心转意吧？孟清哲，就你这样的还敢冒充孟总？你知道孟总是什么身份吗？孟清哲，你是真彻底疯了，为了一个女神连脸都不要了。是吗？当然，你以为孟总会是你这个样子的吗？孟清哲，你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只会让娇娇更看不起你。娇娇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用你的本科生的手碰我的100亿订单合同！我说过，没有我，这份合同你们签不了。既然你们确定我不是孟总，好啊，那我便如你们所愿。孟清哲，你在干嘛？你知道你在干嘛？我很清楚，这可是孟氏集团给我们的合同，你触犯了孟氏集团，你该当何罪？孟清哲，你这是犯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疯子，他毁了娇娇的前程。立刻报警，抓住这个疯子！孟清哲，你可是要赔偿100亿损失的，你赔得起吗？你这个疯子，为了报复娇娇，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。孟清哲，你完蛋了！你敢得罪孟氏集团的人，你这辈子就在监狱度过吧。这种人就是社会败类，毁掉别人的前程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你敢撕毁我的100亿合同，100亿！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在沈氏宴会这里，带上几个保镖过来。你还敢叫人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叫谁都没有用。孟清哲，你死定了！我已经通知过助理了，等孟氏的人过来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后悔了。等孟氏的人来了，我就让他们看看你这样是什么样的下场。娇娇，等助理来了，你一定要让他们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疯子。哼，好啊，我求之不得。助理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孟清哲不仅冒充你们孟总，而且还撕毁了100亿合同。对，他就是个疯子。快揍他，把他打死！就是这种人就该打死。助理现在来了，我等会儿就让你看什么叫做后悔。你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你是什么人，也敢侮辱我们孟总？你为什么打我？因为你胆大妄为，侮辱了我们孟总。孟总，
他就是一个本科生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助理是疯了吗？怎么敢打我的女儿？他可是高材生，是签下100亿订单的人呐！你们孟氏集团就是这么做事的吗？我的女儿都敢碰！我知道了，你和他有一腿。什么？你和孟清哲有一腿，要不然你怎么帮他在这儿跟他胡说八道？啊，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我就说你这个助理为什么一直在帮这个骗子，还敢说他是孟总？孟清哲，你无耻，你下流！你为了欺骗沈娇娇，你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收买助理来演戏，哼，真是无耻到极点！来人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走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快住手！侮辱孟总和我，你也配？各位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这位孟清哲先生就是我们孟氏集团的孟总。啊？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怎么会？孟总？没错，他就是孟总。本来他要和你们签订100亿订单，是你们有眼无珠，不知道。这怎么可能？孟清哲是孟总。啊！天啊！真是孟总！那我们刚才都说了什么呀？那不把他得罪完了？现在相信了吗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沈娇娇，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清哲，曾经我也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自己一直在羞辱我，口出恶语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既然你觉得我是个本科生，是那个永远配不上你的人，那好，那我曾经以这个本科生的身份给你一切，如今我都要全部收回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知道错了，我错了。孟总，都是我们有眼无珠，你原谅我们吧。孟总，我们不知道您的身份，冒犯了您，孟总。孟总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吧，孟总。孟总，我们错了，孟总，求您饶了我们吧，孟总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是啊，孟庆哲啊，不，孟总，我来了，宣布顾景深的罪证吧。经过我们的调查，顾景深在给各大公司担当投资顾问的期间，存在多项违法行为。什么？做假账、挪用公款、偷税漏税，涉及金额高达300万。顾景深，你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不可能！你以为我是个本科生，啥也不懂，所以就毫不在意的把我那个公司转让给我，对吧？可惜啊，你算错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很早之前就调查过你。我之所以从你手里收回我们的公司，就是为了要调取你曾经做事的痕迹，推算你的其余违法行为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顾景深将面临3到10年有期徒刑。不要，孟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可以把沈娇娇还给你。他肚子里的孩子我也可以不要的啊！行了，你不用再解释，给我带走！孟总，求救我！清澈，我可以回到你身边的。回到身边？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了，你做这一切，不就是想让我回到你的身边吗？
让我跟你复合，让我跟你结婚，我肚子里面的孩子也可以叫你爸爸的。沈娇娇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我之间再毫无瓜葛。你说什么？我早就已经结婚了，而且有了最爱的女人。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！你一定是在骗我！你买的戒指肯定是在等我回头。你在骗我！你一定在骗我！骗你？我为何要骗你？你最爱的人一定是我，肯定也是我的。或许曾经是，但现在不是了。从你让我痛得抬不起头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两清了。清哲，处理完了吗？差不多。这个女人是谁？是谁？这是我的妻子，黄雪莲。你好。不，我是孟清哲的太太，黄雪莲。这不可能！沈小姐，我要谢谢你，放过了清哲这么好的男人，没有用自己绑架他一生的幸福。我谢谢你。不，他真的结婚了，原来他真的不爱我。沈小姐，人总要跟自己握不住的东西说再见的。清哲如此，你也是一样的。是我一直以为你会永远爱我，是我有恃无恐，是我不断践踏你的真心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沈娇娇，我现在已经对你彻底放下了，以后你一个人要好好的过日子。顾景深已经进去了，这孩子你想留便留吧。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如今我有了深爱的妻子，有了圆满的事业，我决定未来的每一天都要更好的爱自己。从此山水不相逢，不问旧人长与短。很高兴曾经认识你，但也很难过遇见你。就这样吧。清哲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回头看我一眼，我求求你了。买糖人喽！卖糖人了！好吃的糖人，看看啊！老板，给我来一串糖人。嘿，雪莲，雪莲，你的预产期马上就要到了，不好好在医院待着，又偷跑出来。我真的嘴太馋了。老板，拿一个吧。哎，你呀，嘴这么馋，肚子里的一定是个调皮的儿子。哎，对了，千万不能告诉咱爸妈，他要是知道我又给你买零食，他们一定会骂死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保密。只可惜没能成为我的白马，